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盲派命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——四木库。很多朋友在学习八字的时候，对木库这个概念感到困惑：什么是木，什么是库？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区分？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说清楚。在这里，我先说明一下，我这边分享的是盲派对于八字易经的一个解读思路。易经博大精深，门派众多，都有其各自的优势与特点。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，同时也不认同我的理论和思路，完全可以跳过这个视频，没有必要争论，争就是你对，我们互相尊重，各取所需。首先，木和库就是辰戌丑未来代表，都是土，对吧？但用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。通过这两个字可以联想到两个词：坟墓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；仓库，储存东西用的。八字中的木库概念跟这个很类似。在盲派中，什么叫木？原局没有逢冲的，或者木中的五行在天干没有出现，这就叫木。那什么叫库？原局逢冲了，或者木中的五行透出天干了，这就叫库。简单来说，木是关闭的状态，库是打开的状态。来看个实战案例：乾燥、壬戌、丁未、庚子、乙酉。先看戌土，戌是官煞库，天干有丁火，地支未戌相刑，这就叫开库。未行戌这俩字儿彼此都不能叫木了，因为已经打开了。再看未土，未是木库，地支没有戌，但天干有乙木透出来，木中的物出来了，这也叫开库。现在这个概念明白了吧？那在现实中意味着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只要木库打开了，这个人就不郁闷、不困惑、不迷惑。反过来说，当木不开的时候，人会感觉心里堵得慌、憋屈，这是有实际意义的。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，都是前辈总结的经验。命中有水库打不开，想哭，水库是煞的时候，打不开想投河；命中有金库，金是煞，打不开想割腕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女命，丑是煞库，原命没开，她就想割腕自杀。木库不开想上吊，有时候金也是上吊，容易发生触电的是火库。土是煞的时候是跳楼喝西药，因为土为药。但是千万注意，并不是说你命中有库打不开就要死，各种各样的死法，千万不要看到八字上来就断人家要自杀、投河、跳楼、喝药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以上这些都是经验，经验是从现实中来，被总结成理论，写成书本的。接下来说说什么叫真正的开库。真正的开库是本库之气透出天干才叫开库。如果原命没有对冲，透出的是余气或者进气，都不算真正的开库。拿尘土来举例，尘土的本气是癸水，进气是戊土，余气是乙木。第一种情况，命中没有戌土来冲尘，天干透出甲乙木，也就是余气，这不叫开库。第二种情况，天干透出癸水，也就是本气，这才叫开库。癸水是官，你就与官方有缘，你就有事业。如果这个官当财看，你就要发财。第三种情况，只透甲木不透癸水，我们就要换象来看，辰就变成木库了。木是财，开了辰库就发财。但要注意，这个甲木是从尘土余气出来的，是春天的余气，力量就不大。这里有个核心原则，只有寻根基，才知道力量大小。比如甲木是我的印，从余气出来的，木一定不旺。木是用神，这个人学历不可能太高，因为根基不行。无论站在什么位置，根基旺才行。根基不旺，上不了重点大学。再拿戌土举例，比如命中辛金是我的财，原局不透火，透出金，金是从余气跑出来的，戌就是财库。但因为原局是余气，他得的财比正宗的财库得到的财要小。如果原局金火都透干，它就是火库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四木库原命没有本气出现的时候，透出余气，这个木是余气的库。如果原命透本气又透余气的时候，这个木就是本气的库。学命理要灵活变通，不能死记硬背，要结合实际命局，看五行力量，看根基深浅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。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真心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。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能破百，下期我就来聊聊丑未戌三刑到底刑了谁。如果这个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记得点赞支持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